当一个个体失去了所谓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之后，等待他的只有无情的遗弃和边缘化。Hello， 大家好，我是耶律律。最近在抖音上，我之前做的一个叫跳桥悲歌的视频，突然间冒出来了很多赞，搜了一下才知道，很多人在搜跳桥这个事情。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咸阳湖，在今年的7月14日，也就是上周，有一对母子，当天的凌晨跳桥身亡。这对母子孩子是5岁，所以我顺着这个关键词又继续搜了一下，发现底下有很多说是咸阳最近连续跳了好几个人，消息也比较复杂，其中也有警方辟谣的消息，说没有跳那么多，但是当地人纷纷留言说确实是有跳桥的这个事情，而且不止1、2起。关于母亲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的这个事情，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杨改兰事件。2016年的8月份，甘肃省的临夏市有一个叫杨改兰的母亲用斧头砍死了亲生的4个孩子，其中有一对还是龙凤胎。在砍死孩子之后呢，她自己又服农药自杀，然后过了几天，她的丈夫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悲痛也服毒自杀。原本是一家8口人4世同堂的一个家庭，就剩下了老头老太太。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轰动全国，事实上就是先谋杀孩子，然后再自杀。那咸阳湖这个跳下去的母亲和孩子其实也是这个模式，虽然说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孩子显然是没有这种决断的，是母亲帮他做了这个决定。在做太原市跳桥悲歌那期视频的时候，我大概找过年轻人为何自杀的3种原因，分别是求不得、爱别离和怨憎会。但是到了母亲带着孩子一起自杀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忽然又有别的想法。我们经常说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它没有原因，是伴随终身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残忍的母亲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我百思不得其解。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家庭主妇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失业群体。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跟我朋友圈当中的宝妈朋友也大概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宝妈这个群体普遍面临着3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失业带来的收入问题，他们有的是没有收入，有的是收入很微薄。这种没有收入的时候，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就受到了相应的挑战。第二个呢，是他们的精神状况。我们都知道，怀孕以及生育期间的短暂性的抑郁症对于女性的心理健康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第3个问题就是纷杂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包括她跟孩子之间那种没有办法沟通的关系，以及她跟老公之间交流的隐隐作痛的感受。这个状况可能跟我们以往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往认为年轻的女性结了婚生了孩子是一个最幸福的时段，坐月子的时候得到多方的这种爱，但实际上现实的状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一孕傻3年。宝妈群体要想重新回归这个社会，是需要有很强的个人意志力，不怕苦不怕难的这种决心。如果说没有经过很好的心理建设或者说疏导的话，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他们面临的压力不光是来自家庭收入等等这些问题，还有自己要对自己人生负责的问题。除了被迫失业的这个宝妈群体之外，从2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社会上也存在更庞大的一群失业的人。他们往往穿戴整齐，年轻力壮，本该是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支柱，却只能日复一日的假装上班，扮演所谓的正常人。很多人会分享自己假装上班的这个经历，可能头1周、头半个月点一杯咖啡，然后每一天都有学习计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自己也会陷入一种沉溺的状态，就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就觉得日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宝妈群体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宝妈这种群体通常会选择那种比较轻量化的轻资产的一种创业，当做自己假装上班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做抖音去带货，或者做一个什么产品测评，在自己家里面拍一拍，或者拍一拍孩子，表现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去开一个直播，然后卖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微信的短视频，可以看到的是，只要是在这个平台上发作品的人，几乎都在带自己的东西。可是大家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小了，能影响到的圈子也只有自己的家里人、同事，以及以前积攒下来的一些通讯录的好友。那么当所有人都在卖东西的时候，你的东西又卖给谁呢？日趋内卷和压榨的这种社会造成的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像掉入了一个囚徒困境一样，所有人的关系都是我想卖点东西给你，然后你也想卖点东西给我，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既然假装上班或者假装创业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为什么非要参与这一场吃力不讨好的竞争呢？我想到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所有假装上班的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
经济价值以及社会地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的存在有一个交代，对自己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有一个交代。《变形记》开头第一句就写，主人公格里高尔早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试了试，想从床上起来，但是连翻身都变得很困难。可是格里高尔第一反应并不是恐慌，而是担心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准时上班。他也因为不能上班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们整个家庭的收入都要靠格里高尔自己一个人去奋斗。不出意外，格里高尔没能去上班，公司派同事到他的家里面来询问。格里高尔在房间当中试图回应他的同事，可是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比较刺耳的虫鸣声。就在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打开房门之后，露出了自己变成甲虫之后丑陋的身体，同事当即就被吓跑了。格里高尔的妹妹和父母对于他变形的这件事情接受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妹妹呢，实际上跟他之前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在他发现哥哥已经变形之后，尽可能的去照顾他，给他送吃的，跟他聊天，然后进行关怀。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渐渐的也跟他之间产生了一种隔阂，尝试着去疏远他。格里高尔对于妹妹的疏远感到非常的自责。当然，对格里高尔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父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愤怒，还用苹果砸伤了格里高尔。有趣的是，卡夫卡在对《变形记》时间跨度的处理上非常的大胆。最开始的时候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1天2天，可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时间跨度越来越大，变成了1个月、2个月，甚至好几个月。随着这个时间无情的推移，格里高尔彻底被遗忘在了房间里面，而这间房间就是他成长起来的房间。他小时候在这里写作业，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一个家具都承载了他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忆。可就是这个装满回忆的房间，在他变形之后变得又脏又乱。家人们把自己需要的家具搬走，也就是把他的记忆搬走，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又重新填进这个房间里面，导致这个房间变得全是灰尘和杂物。家人在做这一系列无情的动作的时候，完全忽视了格里高尔的存在和感受。格里高尔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每1分钟都能感受到自己被孤立，自己被遗弃。于是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羸弱，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格里高尔失业，家里面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父亲不得不重新找一份工作，母亲和妹妹也加入到了赚钱的行列里面，一起维持家庭的生计。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家人把空出来的房子租给了3名男性房客，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有一天晚上，妹妹格雷特为了取悦3个房客，给他们表演起了小提琴。格里高尔听到妹妹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心里按捺不住寂寞，想爬出房间去看一看妹妹的演奏现场。可是房客们对于格里高尔的变形并没有防备，当他们看到他丑陋且恐怖的身体之后，立刻惊恐万分，当即决定退房。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格里高尔并没有坏心思，他只是想跟家人其乐融融地待在一起，像以往一样看着自己的妹妹演奏。但是他搞砸了，父母对他的出现感到非常的厌恶，妹妹更是大发雷霆，说她再也忍受不了格里高尔了，家人们必须想办法摆脱格里高尔的存在。格里高尔看到唯一跟自己亲近的妹妹变得如此的决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支柱，而是这个家庭的负担。于是他满怀绝望，缓缓地爬回了自己的房间，在孤独当中安静地死去，仿佛彻底得到了解脱。第二天早晨，女佣发现格里高尔的尸体之后，家人们并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是松了一口气。他们甚至开心地做起了规划，打算搬家，开始新的生活。故事的结尾呢，一家人坐着电车出去旅行，他的妹妹呢重新展现出活力四射的状态，好像是格里高尔获得了解脱之后，家人也因为他的死亡获得了解脱。卡夫卡这个作家呢，我最初了解他是在研联科的2本文学课上，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开创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家。我们熟知的20世纪的大文豪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加缪，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自己的作品和想法都受过卡夫卡的重要影响。卡夫卡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写作方式，破坏了19世纪那种托尔斯泰的宏大叙事，转而开创了20世纪更关注个体生活、个体感受的一种写作方式。这其实跟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家庭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卡夫卡出生在1883年的布拉格，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家庭，有2个姐姐1个妹妹。对卡夫卡影响比较深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父亲通过自己成功的路径，总是希望卡夫卡可以继承他们家的产业，以及继承他父亲那种比较标
彪悍的生活做派。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还是听从了父母强权的安排，去读了一个法学的博士。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据说卡夫卡在做保险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安全帽，就在为企业和工人提供法律支持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挤出来的一些时间去完成自己的作品。他也多次的在给父母和朋友的书信当中抱怨过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这么没有意义，这么纷杂，严重侵占了我写作的时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写作才是我永恒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现代人跟卡夫卡的那种生活状况是非常相似的。我们上班的时候都在做一种无意义的努力，只有下班了才会真正的把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都写在一战前后，可是不幸的是，在一战结束之后没几年，在1924年，卡夫卡就因为结核病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41岁。换句话说，这个开创20世纪文学史的巨匠，有一大半的生命实际上是浪费在了无意义的工作当中，浪费在了扮演正常人这个过程里。而他自己对自己的处境是完全自知的，而且也是有自省的。最典型的作品就是他的《变形记》，里面的家庭构成和他自己身处的家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是家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可是在他变形之后呢，感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抛弃。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社会真相。世情小说《金瓶梅》当中有一句典型的描述，叫做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说的就是这种一个人失去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的时候，他所要面临的状况。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以及父母的熏陶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你要接受自己扮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当中，你都要拿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否则的话，那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社会功能。当然，这个社会功能背后藏着的，实际上还是经济利益。你在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都要付出相对应的资源，才能让你这个角色变得称职，变得合理。不过，相比卡夫卡的细腻以及他对于主人公的那种感同身受，中国的文学作品和谚语就多了一层冷漠和无情。格里高尔在变形的前后，他的父亲和妹妹对他的态度大转，将所谓的人性当中自私和冷漠的一面展露无遗。格里高尔就在那个狭小又充满回忆的房间里面，彻底的领略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通过极端的变形来告诉读者，所谓的家庭情感在急速变革的环境当中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多么的不堪一击。这种人情冷暖和脆弱的情感连接，正好对应了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人与人之间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首先得是人，是人他就有感情。大家所最看不上的这种情感链接，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社会当中最需要也最缺乏的一种价值观念。卡夫卡在《变形记》当中所塑造的这个怪诞的世界，他并没有交代格里高尔为什么会变形，但是就是很突然的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他要失去社会地位，失去人生的所有的价值。紧接着，主人公陷入到了被罪责、压迫，甚至是被孤立的这种境地。他要不断的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去获得救赎，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你想想，这个故事没有来由，它的变化又那么的剧烈，跟我们的生活是何其的相似。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可能比《变形记》当中的那种变形还要来的恐惧和怪诞。如果把这个变形的隐喻放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你会发现当下的许多男人都面临着裁员和辞退，到了养不起家的地步。当下的许多女人都在家里面带孩子，长期处于一种失业的状态。但是很多夫妻根本就不明白根源在哪里，他们也没有意愿去搞明白导致他们生活变形的根源是什么。男人会责怪女人不会过日子，女人会责怪男人无能没本事，整天互相唠叨埋怨，弄得家里面鸡飞狗跳，直到闹到民政局的那一步，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只能各自吞下生活的苦果。不知不觉的2024年已经过去了一半多一点，我今年做了很多节目，好像都是具有悼念性质的，不管是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宝妈，还是之前做的跳桥的视频，都有一种悲伤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进入了卡夫卡的手稿。只有在静下心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过往的所有行为模式、生存方式和人生计划都早已经分崩离析了，而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种特殊的困境在英语中叫做 Kafkaesque， 即卡夫卡式的，形容生活中类似卡夫卡作品里离奇的处境和现象。遇到卡夫卡式困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全部资源与其对抗。不过可悲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即便你用尽所有的资源和精力去尝试改变什么，最终带来的只会是一败涂地。
根据卡夫卡式的困境延伸出来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卡夫卡式社会，跟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也非常的相似。我回头有时间用一整期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期待一下。在《变形记》的高潮部分，妹妹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唤醒了格里高尔内心深处作为人的记忆和情感，这使他鼓足了勇气，费尽所有的力气爬出他的房间，试图去融入外面那个久违的世界。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捍卫自己的尊严，守护自己的亲情。可是家人却坚决地否定这一点，否认甲虫就是格里高尔，一只不能带来经济价值和家庭荣誉的甲虫，怎么能是格里高尔呢？于是他们企图抹杀他所有存在的痕迹。就在这一刻，人形的家人像极了无情的甲虫，而身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却像人一样努力地争取他存在的尊严。所以在当下这个诡异离奇的环境当中，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劝那些有过轻生念头的人。我只是想通过我的视频传达一个非常简单的共情，就是说我们宁可做虫子一样的人，也不要成为人一样的虫子。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